最近我花了些时间研究诺基亚，不仅仔细看了它的财报和分析师报告，还按自己搭建的估值模型分析了一遍。今天就把这些整理的内容跟大家聊聊。先给个结论，诺基亚这家公司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，但以当前的股价来看，我觉得它的故事已经被市场充分消化了，现在可能不是上车的好时机。目前诺基亚股价是 14.82 美元，市值830亿美元，过去6个月涨幅达到了 129%。 接下来我就跟大家拆解一下这波大幅上涨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在驱动。这里有4个数字放在一起看特别能说明问题。过去半年涨幅高达 129%， 分析师给出的均价目标是 14.89 美元，仅比当前价格高 0.5%。 可见覆盖这家公司的分析师普遍认为现价基本已经到顶， TTM 市盈率达到92倍，这个数字相当夸张。后面会解释原因。还有25亿美元的净现金，说明资产负债表很健康。把这4个数字结合起来，就能勾勒出这家公司的画像，财务状况稳健，业务逻辑扎实。但估值已经被提前透支了，我个人判断现在并不是进场的好时机。这是过去8个月的价格走势曲线，52周内股价最低到过 3.91 美元，最高触及 17.45 美元，当前价格在 14.82 美元左右。可以看到从去年10月到今年4月，股价一直处于横盘震荡状态，直到4月出现了一波陡峭的上涨，单月涨幅达到 61%。 这波上涨主要是受当季超预期财报以及全年业绩指引上调的推动，市场情绪因此被迅速点燃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一波上涨来得太快太集中，相当于提前透支了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增长预期。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分析师给出的目标价与当前股价几乎持平，并非他们不看好公司前景，而是认为当前价格已经反映了合理的价值。我们来看看这张图里诺基亚和爱立信的企业价值倍数的对比。诺基亚现在是 31.7 倍，而爱立信大概在12到14倍，两者相差1倍多，这个差距确实很难找到完全合理的解释。再看右边这几个指标，前瞻 PE 大概37倍，但对应的收入增速只有 2.4%， 单看这个组合可不算便宜。市净率是 3.37 倍，可 ROE 只有 3.7%， 相当于你花了3倍多的价格去买，可这家公司用股东资本赚钱的效率其实挺低的。 PEG 是 1.43， 这个相对好一些，但也没到特别有吸引力的程度。这家公司的基本面整体来看没有大的硬伤，但有几个关键细节值得深入分析。年收入规模达到200亿美元，不过 2.4% 的增速相对温和，增长动力有待观察。毛利率维持在 45% 的水平，表现还算稳健，但营业利润率仅 5.3%， 净利率 4%， 中间的利润空间被运营费用大量吞噬，可见成本结构仍有不小的优化余地。最需要关注的是资本回报指标 ROE， 净资产收益率 3.7%， ROA资产收益率 2.8%， 整体资本回报率偏低。对于一家市净率超过3倍的公司而言，这一表现可能会带来估值层面的压力。不过亮点也很突出，账上持有25亿美元净现金，自由现金流达16亿美元，资金储备充足，短期不存在明显的财务风险。我梳理了3个可能的情景，乐观情况下目标价在19到21美元之间，概率约 25%。这需要 AI 光网络订单持续超出预期，同时 Infinera 的并购协同效应也要明显显现。到2027财年 EPS 能达到 0.65 美元以上才行。基础情景的目标价是13到16美元，概率 50%， 基本就是在现价附近横盘波动，等着业绩一步步兑现。悲观情景下目标价会到8到10美元，概率 25%。 要是 AI 资本支出放缓，或者市场对当前高估值重新调整，回调到15到20倍 PE， 就会落到这个区间。现在股价是 14.82 美元，你看这图上的线刚好卡在基础和乐观情景的分界点上，说明现价已经提前反映了不少乐观预期。算下来，要是赌对了，最多赚 30%， 但赌输了，可能要跌 40%。这个风险收益比，我个人觉得不太划算。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操作思路，主要分3种情况。对于还没上车的朋友，现在不建议追涨，可以等它回调到11到12美元附近，
或者等 FY26年报把 Infinera 的整合效益彻底体现出来再入手，那个时候买入的逻辑会更扎实。对于正在研究准备上车的朋友，不妨先把它放进你的观察池，设置好价格提醒，不用太着急。对于已经在车上的朋友，建议在13到14美元这个区间设置动态止损，或者考虑先减一部分仓位，锁定已有的收益，剩下的可以等年报出来再做下一步打算。这只是我个人的分析和思考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，最终怎么做还是得你自己拿主意。如果你也在关注诺基亚或者其他的公司，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聊聊，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独到的见解。觉得有用的话，别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，我们下期接着分享。